胡椒平国王。从前有一个国王，他整天闷闷不乐，因为他的女儿脚跛了。女儿日日夜夜的哭泣哀叹，因为来求亲的人一见到他拔腿就跑。国王担心女儿这样会嫁不出去，于是宣布，谁能治好他的女儿，谁就会得到丰厚的赠礼，足以一生衣食无忧。王宫里一下子来了很多人给公主看病，但是公主还是跛着脚。胡椒平杨科也准备去试试运气，由于他长得很小，所以大家都叫他胡椒平。杨科走啊走，遇见一个穷老太太在森林里吃力地扛着柴禾。老奶奶，你别管了，我来帮你拿吧。杨科说。老奶奶还没来得及感谢杨科，她已经把柴禾在棚子里堆放好了。你来这里干什么呀？杨科正要告别时，老太太问道：我想去治好跛脚的公主。那你找对人了，因为我知道治疗她的病的办法，但要是找到这个办法可不简单呐。请您尽管说，我该去哪里？听着，年轻人，在水晶山山顶上有一只小绵羊，它的头颈上挂着一个金铃铛。如果用那个铃铛在公主窗下摇3下，公主就能很快痊愈。但是我怎么去那里呢？只有骑巨人国王的神马才能到达那里，但没人能把那匹马从马厩牵出来。胡椒平杨科感谢了老太太给他指路，就动身出发了。他一刻不停地到达了巨人国王的王宫。在王宫的大门下面有个洞，他很快钻了进去，然后径直到了马厩。他想把马解开，但那匹神马大声嘶叫，惊得巨人国王从椅子上掉了下来。因为那时国王正在吃午饭，国王急忙跑到马厩看个究竟。杨科害怕地变成了一只跳蚤，躲在了马槽里面。等巨人国王回去了，杨科又跑了出来。他想把马解开，神马又大声嘶叫，吓得国王头撞了墙，手忙脚乱地跑到了马厩。但他还是没有看到有人在，因为杨科又变成了跳蚤，躲在了马槽里。国王对马破口大骂：没人欺负他，干嘛还乱叫？第3次，他成功地解开了马。马再怎么嘶叫，国王都不再到马厩里去了。杨科把神马骑到大门时，马用力嘶吼，城堡的3面墙都随之震动，声音之响，震得国王生气地跑到了瞭望台。他发现有人偷了他的马，国王就骑上了猫去追杨科。杨科得到了骏马，很得意。他一挥马鞭，马就径直向水晶山飞去。杨科很快在长满了水晶草的草原上看到了带着金铃铛的小绵羊。他走过去，刚想从小绵羊的头颈上取下铃铛，一个大胡子魔鬼从洞里跳了出来。等的就是你，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！魔鬼马上抓住了胡椒平杨科，狠狠地拽住他，命令他在森林里做一只酒桶。杨科做好了酒桶，魔鬼跑了过去，坐在酒桶的边缘上说：现在我要把你塞到酒桶里，你这个小偷！嘿嘿嘿嘿嘿！杨科发现魔鬼不像是在开玩笑，就突然变成了一只小蜜蜂，叮了一口魔鬼的手指。魔鬼疼得4脚朝天，仰着肚子掉进了酒桶。杨科迅速把酒桶盖上，只在盖子上面挖了个小洞，留给魔鬼透气，免得他闷死在里面。他从小绵羊的头颈上取下了铃铛，
他骑上神马，直奔跛脚公主的窗下。他摇了一下铃铛，发现树木都开始旋转跳舞了。摇了第2下，王宫里的人们都跟着宫廷总管走了出来，最后连国王也出来了，每个人都在唱歌跳舞。摇了第3下，公主听到了，打开了窗户。杨科邀请公主跳舞，公主的脚一点儿也不瘸了。大家心情都很好，都不想停止庆祝。小伙子，你治好了我的女儿，你娶她为妻吧，祝你们的生活幸福美满。国王还从头上取下了王冠，给杨科戴上。就在杨科想试试王冠合不合适的时候，巨人国王骑着猫杀到了，他引起了极大的恐惧。巨人国王张开大嘴，把整个王宫一口吞下，连一个嗝都不打，只是像其他人吐樱桃核一样，把木头和砖头都吐了出来。杨科在最后一刻跳到了一边，躲进了巨人国王的裤袋里，那里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巨人国王好像吃饱了，喘不上气，就在地上躺下了。杨科等他一睡着，就从他的裤袋里钻了出来。他召集了1000只蜘蛛，蜘蛛们很快把巨人国王的手脚都绑了起来，让他动弹不得。杨科在巨人国王的肚子上一路翻滚，滚得国王的肚子都裂开了。这样，宫廷里的人们都逃了出来。99个皮匠在巨人国王睡觉时，迅速地把他巨大的肚子缝上。但巨人国王在杨科的婚宴上已经没有胃口了，他只吃了3头牛。婚宴过去1个月之后，杨科以胡椒平国王的名义接过了统治大权。故事就这样结束了。